这是我见过在荒野中最帅气的庇护所。整间房子都是三角形结构，屋内还分隔2层，不仅有温暖的壁炉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全景落地窗。人到中年的铁蛋不想再卷下去，裸辞之后跑到荒郊野岭开始新的人生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先要搭建一个容身之处。于是他找来4根木桩，用来作为房子的地基。然后他取出3年积蓄买来的木方，将基础和骨架打牢。等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之后，他又在中间塞入几个木桩，以确保地基足够牢固。这时基友3炮也前来帮忙，一起搭建属于2人的温馨小屋。2人先在地基上盖了一层防水布，然后就开始安装木地板。在2人默契的配合下，没过多久，一块完美的地板就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趁着3炮还在，他们迅速地开始了主体框架的搭建工作。为了房子更加的耐造，所以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体框架上。三角形无疑是最具稳定性的，不过这建造的过程略显复杂，2人一直忙到天黑。为了表达对3炮的浓浓谢意，铁蛋特意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尽管搭建之路非常辛苦，但有基友相伴也算是一件幸事。第2天搭建好了基本的框架之后，铁蛋又在屋子中央加了一层木板，这样小屋就多出了一个阁楼，可以作为卧室或者杂物房。紧接着他们开始给木屋安装大门，半扇用的是玻璃窗，既可以防止白天有猛兽，又可以在夜里寻找一下野味。由于门板是铁蛋量身定制的，所以安装起来没有费太大的功夫。周边时不时有棕熊出没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必须要尽快地将墙壁搭建起来。很快就将半面墙壁搭建好了。为了让这精致的木屋住起来不会太过压抑，他们在墙壁的另一半制作了一个活动框架，用来安装落地窗。框架安装完成之后，为了尽快的能住进去，2人又迅速投身到墙壁的安装工作中。此时他们开始分工合作，铁蛋继续拼装墙壁，而3炮则负责给大门安装门锁。随后2人又携手在另一面墙壁上安装了窗户。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，小屋外墙的搭建工作不得不暂停，而为了防止积水将小屋淹没，3炮拿起铲子，赶紧将屋前小溪的淤泥清理干净。铁蛋则窝在屋内，先将阁楼的窗户给组装好。等天气转晴后，他们加快了搭建墙壁的进度。等外墙安装完成后，铁蛋又在2楼将小窗户给安装好，这样阁楼上也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了。然后再将阁楼的外墙与1楼整体连接起来。现在他们的新房已经建得差不多了。此时2人再次默契的配合，很快就将2楼的墙壁搭建完成。为了方便，3炮还贴心的制作了一个梯子，方便阁楼的上下。这个梯子做起来也很容易，只需要在上面开几个凹口，就能把木条连成坚固的梯子。梯子做好后，他迫不及待地爬上2楼感受了一下，虽然有一些窄，不过躺下一个人也是绰绰有余。透过小窗户欣赏着外面的风景，顿时幸福感满满。接下来2人又继续分工合作，很快就将新房的墙壁都搭建完成了。紧接着他们开始安装1楼的落地窗。为了减轻负重，他们没有安装玻璃，而是选换成了亚克力板材。尽管透光性不如玻璃，但是减轻了很多的重量，也保证了使用的安全性。做完这些，他们新房的基础搭建也就基本完工了。而接下来就是开始给小屋的装修工作了。推开窗就能看到棕熊觅食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小伙甚至想跑下去跟他们一起捉迷藏，运气好的话直接请全村人吃饭。金色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林，洒在小屋上。铁蛋给屋顶钉上最后一块木板后，便开始给外墙刷上一层防腐漆，提高房子的耐久性和耐候性。3炮则细心的给窗户都装上了玻璃。现在看起来，小屋的基础搭建已基本完成。等油漆一干，他们就开始给墙壁铺设上一层原亮色的彩钢瓦。不得不说，这颜色选的也是真的好。如此一来，不仅可以增加房屋的防水功能，保温性也得到了很大提升。由于铁蛋进城采购物资，剩下3炮一人在野外继续工作。他将屋内打扫干净后，给自己泡上一杯热茶，打开窗户，独自享受着悠闲的下午时光。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，3炮沮丧的心情缓和不少。为了掩饰他对铁蛋的思念，必须要找点事做转移注意力。于是他拿出祖传的刨子，开始对地板进行精细的打磨。
经过三炮精心的抛光之后，原本脏兮兮的地板焕然一新，而刨出来的木屑正好是生火的绝佳材料。三炮用它在屋旁生起了篝火，做起了饭。由于气温开始下降，在篝火的加持下，三炮也感到温暖了许多。为了在屋内也能享受这份温暖，安装一个壁炉显得刻不容缓。于是他便和铁蛋打了声招呼。暖心的铁蛋迅速下单，给他空投了一台全新的壁炉。到货后，三炮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安装起来。成品的壁炉安装起来也十分的简单，将壁炉摆放好之后，在墙壁上开口安装好烟囱，安装的工作就完成了。看着比屋顶还高的烟囱，估计铁蛋可没少花钱。不过有了它，现在就算外面下冰块，屋内也不会觉得冷了。想到这，即使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。第二天，白雪已经覆盖了整个森林。进城采购物资的铁蛋还没回来，三炮一个人在房间里等着。不过还好，比起铁蛋的怀抱，这个新家要暖和得多。由于壁炉长时间的燃烧，三炮也担心自己会一氧化碳中毒，所以还是顶着寒风将落地窗给打开，给屋内换换新鲜的空气，顺便在窗户的四周贴上密封条，防止冷空气从缝隙入侵。随着积雪越来越厚，为了方便日常的进出，三炮决定在门前制作一个入户阶梯。他找来木板开出凹口，架在地基的木墩上，用来作为阶梯的支撑，然后再用脚码对梯板进行固定。虽然阶梯的制作并不复杂，但这极端的天气还是让三炮累得瘫软在门前，久久不愿起身。这绝对是荒野最坚固的避难所，整个房子都是三角形结构，屋内还分隔2层，不仅有温暖的壁炉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全景落地窗。今天让三炮日夜牵挂的铁蛋终于完成采购任务。随着铁蛋的归来，三炮顿时开心了不少。于是两人又开始着手完善新家。这次三炮带回了许多物资，他们先是给屋内装上一些装饰的挂钩，然后又在墙角制作了一些置物架，用来放置相机和工具包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，此时才想起来铁蛋的床还没有做好，于是两人只能摸黑找出木板，一起动手制作一张木床。如今铁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床铺，为了不感到孤单，三炮也搬到了1楼。两人终于可以窝在屋内，聊着掏心窝的话，背靠背一起度过这幸福的一夜。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雪，一早起来房子都快要被白雪掩埋。早起的铁蛋拿起铲子，开始清理门前的积雪。清理完后回到屋内，沏上一壶热茶，才将三炮叫醒。随着天气越来越冷，取暖所需的柴火也所剩无几，于是两人便开始霍霍这片树林。很快就将木柴准备好了，他们还制作了一个架子作为柴房。有了足够多的木材，再也不怕半夜被冻醒。今天外面依然下着漂泊大雪，三炮已经带着狗子出门玩耍了，留在家的铁蛋则拿出角磨机，将房子的墙壁都打磨了一遍。然后再刷上一层防腐漆。经过一顿疯狂的输出，屋内也变得干净明亮了许多。而此时三炮也准备好丰盛的美食，用来犒劳为新家默默付出的铁蛋。但是一直在雪地上就餐，总归太过于寒酸。
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制作一张大桌子。他们拿出木板就开始霍起来，看着铁蛋脸上的笑容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这正是他想要的新生活。现在他们不仅有了一张超大的户外餐桌，桌子底下还能用来收纳没用完的木板。然后他们还制作了一张较小的折叠茶几，这样即使外面下冰雹，也不影响他们在屋内喝茶干饭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小屋内度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天。这两个男人实在太可怜了，刚搭建好的木屋还没来得及享受，就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，两人还差点丢掉了性命。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，很快春天已经悄然而至。随着冰雪的消融，铁蛋和三炮已经在野外度过了寒冷的冬季。为了能更加的融入大自然，他们决定在落地窗边上搭建一个露台，让小屋住起来更加的幸福满满。于是他们再拿出木方，并在木桩上凿出凹槽，用来搭建露台的基础框架。和搭建木屋一样，他们先把框架制作好后，在底部塞入木桩进行加固。紧接着就开始搭建木地板。有了搭建木屋的经验，露台的搭建相当的顺利，上面再涂上一层防腐漆，露台就算完工了。巨大的露台横跨屋前的溪流，非常满意的两人忍不住给对方爱的回应。等油漆干后，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床搬了出来，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潺潺的流水就像两人的感情缓缓流淌。为了防止溪水漫入屋内，他们找来木头固定在了溪流两旁，并在上面覆盖了一层沙子。完成之后，两人就可以开心的在水里摸田螺了。由于冰雪刚融化，野外的小路非常的泥泞，为了让回家的路更加的好走，三炮特意制作了一把钉耙。他收集了很多的枯叶，将那些不能通过的道路都铺上了，让他们的新房子看起来干净了不少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由于家的附近经常有棕熊和麋鹿出没，这也引来了偷猎者。他们偷猎的行为正好被铁蛋安装的户外相机给记录了下来。为了报复，趁着铁蛋和三炮一次外出的机会，竟然一把火把他们的房子给烧了，这让两人郁闷到不行，险些得了抑郁症。铁蛋与三炮的故事仍在继续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